这个变形超级好玩 ！MG 出品的这一款小比例外传的擎天柱，其实 MG 的出货速度还是可以的。这一款的实物样品已经出来了，整体来说把玩下来的感受还是 MG 家设计师的那个味儿啊，非常取巧的一些零件运用。首先造型的外观来看一下吧，非常迷你的一个尺寸，它只有11公分高多一点点。在如此小巧的一款玩具上面，头雕刻画的细节还是非常精彩的。但因为尺寸的关系，大家可以跟我的手指甲盖对比一下它的大小，这么一点点。眼睛涂装样板件这里稍微的有一边一漆，身上的零件细节面板的刻画，对于一款小比例玩具来说，也真是做得不错了，非常漂亮，很精致。胸口是黑色的透明车窗，而且假胸的部分做起来了隆胸的造型，后背的纹理刻画以及脊椎的造型也有做出来。哇，在这么点的一款玩具上边呀，太厉害了！配件的内容除一把大枪之外，本次的样板件还有一对替换手型张开的这个手掌，但是变形的时候需要安装洞洞手，直接拔下来即可。这里边有一个很长的棍子，因为变形的时候是需要伸缩的。和小号手的拼装版放在一起，基本上和声波的高度是差不多的吧。其实这么看起来的话，我觉得如果小号手出擎天柱，差不多也会以这个身高为准。大黄蜂是因为做大了呀，大黄蜂应该更小一些，但是拼装的零件已经做不到那么多的分件细致的程度了，所以只能稍微放大一些了。但这款如果说跟声波配的话，我觉得这个身高比例还算合适，非常的小巧可爱啊，拖在掌心里边只有这么一点点，再加上电影系玩具这些精细的刻画，会觉得这款玩具相当的精致，哇，真好看。当然它的美型度不能和这些不可变形的去比较了，首先它要照顾到变形的机构，再一个这么点的尺寸已经能刻画成这个样子啊，无所谓了，已经很厉害了。头部开口的球碗旋转的幅度还是很大的，肩膀平举，稍微的拖出来一点可以举平，360度可以旋转，没有问题。二头肌可以旋转，胳膊肘曲臂可以达到90度，手腕可以旋转，因为是变形的需要以及插拔替换。腰部左右旋转没有问题，虽然做不了360吧，转到这个幅度已经卡住了，但是完全不影响，100可动足够了。甚至还做了独立的弯腰关节，胯部的关节设计蛮有意思啊，因为这块侧裙甲是撩不开的，所以呢，它在侧踢的时候踢到这个幅度就踢不下去了，但是你可以往下拖胯，哎，你可以这样就踢平了。让前边这个蓝色的钉钉甲往前撩。同样的，因为有这一块的变形机构存在，所以你抬腿也可以抬到这么高的幅度。不过这个样子会稍微影响一些美型。后踢差不多也能折到45度。因为是样板件的关系啊，这个地方据说还在修正，大腿左右旋转的这个轴会特别的紧，大货的时候会把这个松紧度调整一下。膝盖两段关节的折叠，独立的膝盖甲。两段关节加起来可以折到135度左右，脚踝左右是整脚面的接地，而且像刚才我摆 pose 的时候啊，把这个卡扣脱开，让你的脚尖可以跟这样折叠，起到一个辅助站立的作用。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它的变形过程，哇，脑洞也是非常大的。首先，变形第一步，整理手臂上面的这块装甲就要注意了，从这里往开抠。抠开的时候进行一个斜方向的旋转，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个斜坡，顺着斜坡往外顶，可以把这一块转过来，打横掉。这是前边轮子的地方。手腕这个地方有一个缩短，把它压进去。另外一边也是抠的时候，往开抠的同时往上提，顺着这个斜坡以一个这样的角度去过，哎，就过来了。翻转到外侧，打成横着的，手腕滑进去，肩膀位置的卡扣脱开，下拉，整体放下来。后背
中间这里的背包，打开中间连接的蓝色卡扣，往前折，这个是车头的前脸位置，这里是假的。这一片再往开拆中间的大卡扣，然后腰部这里还有一档折叠，我们先拉下来，腾开很大的空间，这一块整体的上皮。可以看到整个身体掏空了，而身体中间的部分呢，也是压着这一块真车头的车窗。它这个平面的放在了肚子里边，三角形隆起来的夹胸呢，变成了假的车窗部位的胸口。哇，真假零件的替换，这点很厉害啊！编到这一步，我们把它延展到最宽的幅度以后，开始折叠肩部的这个拉出来的双关节，折90度，然后往内卷。卷过来的过程中呢，稍微的往开拨一点点这个烟囱，让过这个边缘的倒角，卡进去即可了。这块可能讲述起来不太好讲述啊，还是得凭手感让一些角度的位置。主要这个夹角的缝隙是沿科沿过来的，填好。手臂90度打开，然后90度往下翻，拐过来，让这两块红色的面板卡在车灯的位置上。我们进行一下结合。好，现在就差不多了。肩胛部位这里有2个翻转的零件，打开这里的卡扣，往前折，挡住肘关节银色的部分。人形的假腹部往上提，提上来以后，银色中间有一个卡扣扣住，同时这一块往下翻折，叠起来卡住，2个烟囱放下来，等于有一个上下的转换。好，最后的部分密合车头前边的这个驾驶舱的玻璃，这块也是透明的零件，但这里边要小心塞这个脑袋，脑袋稍微的往后仰一点点，让这2个兔耳朵先顺过来夹到凹缝里。这个样子你不会刮到漆，而且在里边不会阻碍到。再往下折叠，关键是根部这里有一个双关节蓝色的零件，这里要小心注意一些倒角的位置吧。然后这个大卡扣进行插合，车门可以稍微的打开一点点角度啊，也算是有一个车门的设计。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把它捏上。车头到现在基本上就算完成了，我们来开始着手变腿部。腿部顺着这个蓝色的零件钉钉甲的部位先往前撩，腾开，侧裙甲这2片往回收，2片对在一起放在这儿。腿部打开，脚踝往下折叠，打开这块面板，脚底这里有一个轮子，打开卡扣往前翻，然后小腿肚子后方这里打开卡扣拉起来，这个轮子是车头的前轮。大腿根部旋转90度拉横，把这里转平。小腿上的2个轮子滑道往下拉，同时旋转90度卡住备用。另外一条腿也是拉下来90度打开，180度翻出前轮，小腿肚子打开，然后从这个地方看，这里有一个滑道往下推，推下来的同时这里还有一个结合的扣子，跟轮子这里卡住定好位。另外一边变形呢，就注意这里边顶一下，翻出来进气孔上边的一个卡扣，2条腿中间结合的位置，这是大腿根部旋转90，主要这个轴很紧啊。好，现在就可以把2个腿夹在一起了，然后调整这一块蓝色的部位。注意啊，这一块并不是直接平着放过来的，稍微的带一点点角度。腿部外侧的这一条面板，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点，就是这一块的90度旋转一定要转正了，你这里结合的时候卡扣才能对得上，把它插稳。好，
加一下。这里拉过来的同时，注意这中间的暗扣，此处的银色插点。往过插的时候，注意调整下方这里的双关节，两面的卡扣都卡好，插满了以后，底盘是现在呈现的这样效果。然后看一看车头的位置，这一块对齐了没有？捏一下，调整好。最后不要遗忘，在屁股后边这里，一侧的轮子边上有这个插车牌的地方，我们把它两个结合扣在一起，让车尾更加的整齐。相当好玩的一个变形设计啊！推车6轮接地也是比较滑溜的。整体来看，后方这里的拖挂平平整整，不会露怯太多的地方，但也明显的感觉到非常的扁，非常的薄啊。可能我们现实中车就是这么薄吧，只不过在动画片里边，因为是腿部的设计，所以看起来显得有一些厚啊。车头的这一块会显得比较凌乱，当然这里边有概念去做这个面板的遮挡，比如说这个蓝色零件上面刷红漆了，这都是想把这一块做整的。但也因为玩具尺寸太小了，它的轴是需要有一些壁厚的，所以这一块会突出，这一块也会突出，这个面控制的并不是太好，毕竟是小比例的玩具嘛。但车头的正面这里密合的还是不错的，非常平整的效果。这一块的设计还蛮有意思啊，这是脚丫子变成了前轮的位置，而把这个轮子踩在了脚底下，这个想法非常不错。虽然整体的这一块折过来，我觉得也有 MP44 的味道在里边吧，但外转的造型最后去这么设计的话，取巧的一个小零件转换也是非常带劲的。可以说 MG 的设计师也真的是把空间的利用技术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零件的多用途也是这家的一个设计的风格。这设计师的脑洞非常的大，之前他在做一些电影的玩具和 BW 的玩具的时候，我们就能感受得到。而且这一次毕竟他还做的一个是小比例的感觉啊，又能把人形控制的那么好，所以车型方面来说，我觉得做的一般般吧，为了人形照顾太多了。但是好在变形的过程非常有趣，车门这里稍微能打开一点点，稍微有一个模拟效果啊，但这个角度已经是极限了，而且这个尺寸里边肯定是做不了小人的，稍微开一点车门，假装做一个展示。烟囱后方这里会显得有一些粗，但是如果再细的话，担心这个零件的材质会控制不住了。用料方面说起来也是 MG 家之前那个蛇鸟或者说漂移的那种塑料的配方吧，玩起来还是可以的，而且韧性方面控制的也还行。但目前是样板件的关系，身上有一些转轴的部分还是需要松紧度的一些调整的，就是不知道最后在可能一些漆面处理的点缀细节上边会不会再调整一些呢？那么得嘞，先行的把玩样板我们就先玩到这里吧。 MG 外传的擎天柱主要还是给大家看一下这回的变身过程设计风格怎么样，那么这一款你喜不喜欢呢？